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本期娱乐赛的规则如下：38名人类抵御33名丧尸玩家的入侵。出于某些原因呢，以下我会把丧尸代称为入侵者。人类坚守居港2座高架10分钟就算胜利了。可能会有些人问啊，为什么用存活时间作为获胜条件，而不是击败所有入侵者作为获胜条件呢？问得好！因为入侵者的能力是无限次数复活，无限次数还是原地复活的那种啊！每隔8秒钟，入侵者就原地复活了。他还有特殊能力，跳得极高，跑得极快，出拳速度又快。淘汰人类后，还可以把人类变成入侵者。换言之，人类阵营人会越来越少，入侵者阵营人会越来越多。只可惜啊，入侵者因为基因变异的原因呢，只能用拳头作为攻击手段。本轮游戏，人类在面对劲敌时能否活下去呢？我个人非常看好入侵者，所以我加入了入侵者阵营。赛前16分钟是给人类收集物资、集结、摆阵型的时间。在此期间啊，我们双方都在嘲笑这规则不合理啊！存活10分钟，哈。我们在笑什么？笑10分钟太长了，人类顶不住。我们当中一些入侵者玩家判断，随随便便就把人类玩家揍出屎来啊！人类能撑5分钟，算我们输，算我们输。那人类又在笑什么呢？人类笑10分钟太短了，他们已经在高架积攒了几万发子弹，入侵者对他们来说只是会动的靶子而已。部分人类阵营的乐观派表示，就算提高难度到15分钟，放水都能撑过去。哦。那这是什么情况？入侵者觉得人类弱，人类觉得入侵者弱，判断出现偏差的原因啊是认知偏差。很多人对自己敌人的实力如何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。既然如此，也无需分析太多，双方友好较量，看哪边谁有获胜哈。大战在即，人类阵营开始陆续集结，双方处于停战阶段。入侵者位于居港的附近徘徊，只待一声令下发起冲锋。先来了解地形啊，高架可以分为2个部分，楼梯和最上层的大平台。只有在楼梯处才能拥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防守优势。一旦入侵者上到了平台处，人类就很难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个高架非常靠近。对于人类玩家来说呢，2个高架都在自己的火力射程范围内，方便支援嘛。不过凡事都有利弊，一旦入侵者攻破了其中1个高架，入侵者可以凭借超强的跳跃能力，从1个高架跳到另外1个高架过去。人类还想用载具堵住高架楼梯口，错误的认知导致了错误的判断，他们以为堵住楼梯口，入侵者就上不来。错误的判断又导致了错误的决策，因此他们以为用车堵住就行了。错，大错特错！人类这是在自掘坟墓。入侵者可以轻松跳上房顶，车专随便跳好吧。车挡不住入侵者，但他会挡住人类玩家。你们这样做是要向人类玩家谢罪的。入侵者玩家看到估计要笑坏了。这个人类老哥的位置非常不错，栏杆上面入侵者很难打到他，而他的火力呢却可以覆盖到楼梯和整个平台。开战了！入侵者逼近高架，入侵者被人类火力压制，打出一团又一团的血雾啊！但没有关系，入侵者8秒后再次复活。很妙左边高架集中太多人，右边高架只有0.3几个人防守。这人守得住吗？右边的高架的人类意识到丧尸突破了楼梯防线，难搞，难搞啊！人类要失手了，兄弟！右边高架失手，恐怕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楼梯是防守重点呀！这个玩家站在适合火力输出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必死啊！他是抱着死战到底的决心啊，他没有退路可言。他是真的为了给人类拖时间而作战，这真的是有团队精神，属于那种灾难片里面愿意为集体而奉献的人。让我们把镜头交给战场。
入侵者拿下了右边的高架，左边高架只剩下平台上的人类没被清除了。越后，人类被逼到了角落，人类玩家绝望啊！这太恐怖了，打不死啊，拦不住，你不要过来啊！救命啊！不要过来啊！人类已无退路可言，开枪打解决不了问题，不开枪打他们就被解决了呀，太可怕了！人类玩家被迫跳下高架出生，落地后下场更惨了，沦为入侵者的口粮。这局娱乐赛，人类阵营只坚持了4分钟，地狱失败，让我们恭喜入侵者阵营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我们还是看到不少人类阵营的闪光点，那些勇士们愿意用自己的身躯帮团队拖住敌人的时间，正所谓是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啊！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。如果您喜欢这类自定义视频，不妨点个赞，添加关注支持一下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